征已找过董路，开走了赵凤成的车。团长，你到我这儿来一趟。谢谢。去哪儿啊？严政委，收回去了。没有。遇到困难了。这很正常。小王居然唬我，怎么跟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似的？你肯定也冲着她好。是什么问题产生了分歧？也不是分歧，就是线索断了。我干刑警那份儿也有一个搭档，是生死的兄弟，在破案的过程中也经常产生争执。我和长征算是搭档吗？现在看来是的。刚才我们发生争执，真的不是我的问题。两个人在一起工作，在破案的过程中，可能要经历失败，甚至生死。不过同时也会有信任，有默契。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发生争执，这也在所难免。这个案再往下推进真的挺难的。现在越是了解案情，我越觉得长征他挺不容易的。只能怪我太笨了，帮不上什么忙。也不要妄自菲薄。破案的过程中线索断了，会使人急躁，有的时候会失去信心。再难，这个案子我一定要查到底。那长征，我想他也绝对不会放弃的。他刚才凶我，其实我可以理解，我也没有怪他。我生气是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没有失去信心就好。遇到困难，线索断了，两个人要互相支撑着往前走。严政委，你说的对，我明白了。有困难要挺过去。你告诉长征，要让他知道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对不起啊。反过来了，不赶我走了？下午是我太冲动了，是我不好。长征，我们是搭档，你以后敢再拖我后腿，我绝对揍你。好，是我不对，跟你认错。怎么样？找个安静地方聊案子。你不吃点儿？被你气饱了，走吧，别磨叽了。来。是我大意了，李二哥的行事作风肯定会留下辈分的。长征去找董路，肯定就是为了这个。你不用自责啊，这长征啊，一直盯着赵家。你说你一天到晚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的，难免有些疏忽。另外，这老二啊，是不是真的留下了什么？这只是个猜测。但就目前的情况看，长征估计没找到什么，否则的话，他不可能让我们安安稳稳还坐在家里吧？哎，从今天开始，长征去了哪，做了什么，我都要知道。明白。爸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一开始就除掉长征啊？我只是想，刚死了一个检察官，又死了一个警察，这个警察还是我们赵家的死对头。你不用解释。我既然把赵家交给你，我就相信你为赵家所做的一切。但是我只是觉得，你对长征的态度，似乎有别于其他人呐。他确实挺有意思，他可是你的对手。也有可能变成我们的队友。我跟他交过手，挺让我意外的。希望这一次也不会让我失望。你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赵鹏程留给董路那句话，不要动他的车，还有他的导航仪上面为什么设置的是去你父亲墓地的路线？我觉得他就是给我留下的提示，他想让我找过去。他费了这么大的劲，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肯定就是怕手上的东西被别人先找到。他应该提前已经有预感了，所以约我去见面。他知道，如果他出了事儿，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而且如果你查，一定会查到车，查到车就会查到西山陵园。所以他把东西放在我爸的墓阁里，等着我去找。这个逻辑没错呀。可是东西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很有可能被别人先拿走了。被别人先拿走？被谁先拿走？他怎么可能比我还快？我们是上了车才发现有这么个导航，一步一步跟过去，谁能在我之前去拿呀？我现在倒是希望，这一切都是咱俩想多了。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提示，也没有线索，没有证据。如果他真放了证据在我爸墓阁里，被赵家的人拿到了，那咱们也不用查了。全部都被销毁了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明天咱们再去一趟吧。去再看看。警察同志，
我们陵园的监控摄像头主要是安装在进出口的几个位置，墓地里面呢，因为条件限制就没有安装。行，那我们出去看看。好。有什么发现？昨天雨很大，到处冲得很干净，鞋印都没留下来。你呢？没有。等会。常副。常正，张大正讨厌的，让你去一趟。找我干什么？还不就是那个游艇爆炸案的进展情况？我跟小宁都被调进去问过一轮了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照实说呗。对了，他刚没给我们好脸啊，一会儿你进去手那可得悠着点。领导找我。游艇爆炸案的调查进展的怎么样？你不是跟宋光明他们问了一圈了吗？还找我问什么呀？吃枪药了？张大队，我们专案组这次呢，直接对接肖副局长，我跟你汇报不了。我是想了解一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，需要不需要我的帮助？毕竟，这个案子上面催得紧。没想到你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。那是我的问题啊。感谢领导关心，没事，我走了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办案要找准方向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用的线索上。老张，我提醒一下啊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用的线索上。哎，丫丫出来了。哦，咋的了哥？郭老师来了。郭老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你给丫丫新找那个家教啊。郭老师不错吧？哎哥，你这是给丫丫请家教呢，还是自己找老婆呢？成年人从来不做选择题。表白了？我有点不太敢跟他说话。嘿哥，你这说的，你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那还有我三哥不敢干的事儿啊！要我说，老三样呗，这开门按倒这。说错了？什么老三样？谁给你老三样？你跟谁的老三样啊？明媒正娶，懂不懂？懂。你得让老大和老爷子说不出话来。现在家里什么情况？
脑蛋废了。老二的女儿姓董不姓赵。丫丫，老爷子照死不认。那我不得赶紧整个儿子出来啊！大太子做不上，我得把大孙子占上。有道理。哎，我让你买的橘子呢？哦，这，这儿看。哥，你这就是酸儿辣女呗，就是为了儿子嘛。嘿嘿。哎，你之前不是吃柠檬吗？你哪那么多啊？柠檬太酸了。怎么了呀？钥匙给我。哎，你师傅又哪根筋抽着了呀？不知道啊。这多明显啊！我师傅这炫车技呢。炫什么炫呀？我看他这是有病。师傅 ，next。哎，你等一下。长征，这也没有外人，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强迫症啊？没有啊。不可能，我都观察你好久了，要不然你能把车停成这样？你这个同志，思想有问题的。啊？你说你自己车停不好，我帮你给停好了，你回头说我有病，啊？停车看似一个小事儿，其实这个问题非常严重。就你这么把车停得歪七扭八的，老百姓进来怎么看？领导说来怎么看？你这个行为严重影响我们大队的警风警纪，知道吧？哎，喂，长征！啊，气死我了！哎，明明是他有强迫症，他居然把我训了一顿。哇，没事。哦，这个气我必须得出，要不然我真的会憋死的。必须让他自己承认。我有个办法。快说。好主意，现在就去买。这谁的玩具啊？哎，谁的魔方？这个在你桌上，你问谁的？我哪有这东西？谁的赶紧拿走。不喜欢就算了嘛，那么凶干嘛？要不然你要不喜欢，我帮你拿去扔了。扔了干什么？我真拿去扔了。
我拿了。你们真够有童趣的，还玩这东西？你会玩吗？我不会啊。哎，小雨你会吗？我也不会啊。都不会。这东西怎么给它拧成一样的呀？啊？这看着多别扭啊！你会吗？我也不会啊。但这太难受了。哎，哦，哦，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师傅，再不吃那饭都凉了。不是这玩意儿，我听不上，我看着难受，我吃不下去。笑啥？哎，你用事实证明了你强迫症。哎，师傅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怎么样？一试就试出来了吧？胳膊肘往外拐，这帮着外人弄我，你真是有出息啊你！又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强迫症吗？承认不就完了？就是。强迫症怎么了？啊？干刑真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坚持。你怎么坚持？你就得有强迫症。我破那么些案子，我怎么坚持下来的？我靠的就是这个强迫症，我才能坚持下来。常有理，有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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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正，我呀，突然想起件事儿。哎，跟目的有关吗？我们长发现在只对他手上的还有目的的有兴趣。这当然有关了。我突然想起来啊，有一种人啊，经常在墓地里边溜达。苏哥，你说那是鬼吧？我是有一个同学呀，他前段时间母亲去世了，他就葬在那个西山陵园。他呢，马上要出国工作了，所以啊，他就在陵园那边找了个人帮忙，时不时的在那里边打扫墓地，给人点钱。啊？还有干这活的？这当然有了，那还不少挣呢。你想啊，他们今天帮这家打扫，明天帮那家打扫，他能挣好多钱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种人啊，是最在意墓地里边去了什么人的。为什么呀？捡东西啊！你想那家属啊，去那个墓地里边祭奠的时候，花儿啊、酒啊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客气。来，程真，这位老伯说他看到有人打开过殡葬区的墙格。您在哪儿看见的？哦，就在殡葬区那边。那麻烦您带我们过去看看。行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就是这里。您确定是这儿？就是这儿。您那天都看见什么了？那天也下着大雨，这墓区里头没什么人，我呢就在那边的树下呀避雨。后来就看见有个人就在这个地方，好像是从一个木格里头伸手掏出了什么东西。那你看那个人长什么样了吗？哎呀，那人穿着雨衣，这个帽子把面部挡得严严实实的。说实话，是男是女都分不出来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不就是重新找证据吗？我们搞刑侦的，家常便饭。这个状态不错。我就是可惜呀，赵鹏程花了那么多心血查下来的证据，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。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，就像你们平时查的那种案件啊，其实就像一间房子，你只要知道房子里是谁，
那就是实证了。但是我们搞刑侦的呢，尤其是这种案件啊，就像在查一个摩天大楼，我们要在成千上百的房间里找到那个犯人，你懂吧？啊，那个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没说谁高谁低，我就是举个例子啊。大伙工作性质不一样，但都是为人民服务嘛。没事儿，我以前在港航分局，就是帮人家补个身份证，然后抓个小偷小摸呀。虽然说查毒防暴也是我们工作重点，但是我工作2年也没碰到过这个事儿。哎，我有个事儿，我一直想问你啊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跟严政委什么关系啊？你不会觉得我是走后门吧？不是，这正常啊。怎么着也调一个刑警过来，你说这次给你调过来，我就问问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对这个案子比较了解。你可得了吧，糊弄谁呢？他比较信任我。为什么呀？赵家这个案子处处是陷阱，人心叵测。我们这里面不能有人掉链子，要不然全部行动都会毁了。所以专案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一定要信得过。老校长知道我对警察这个事业的执着，再苦再难我一定挺得过去，所以我很适合这个事儿。干嘛呀？我为了当警察可是一路苦过来的，可能我不像你，一直都是警察里面最优秀的那一个，但我一定是最拼命的那个。哎呀，那么想当警察呀？你怎么这么八卦呀？哎呀，你是我的搭档，我不得了解了解。行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发誓不准告诉别人。我跟谁说呀？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放学，我被几个男生给尾随，进了一个小巷子，他们就把我围住了，想对我。哎呦！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女孩，都要吓死了，根本就没办法反抗他们。还好当时有个路人救了我，如果没有他，我都不知道这结果会是什么样子。哎，后来才知道啊，这个路人是个警察，所以那之后我就发誓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这个警察是严政委。哦，那就了解了。四哥，长征他们撤出西山陵园了，看样子是没找到他要的东西。以他的个性，没找到东西不会放手的。四哥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也许二哥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的。你再去查一查，二哥出事前去过什么地方，见过什么人。如果他真留下东西，一定要抢在长征前面拿到。放心。
长征去干点别的吧，否则的话，他老盯住老二这个案子不放，早晚是个事儿啊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我来想办法啊。好，哎。就差一步，我们就差那么一步就可以拿到赵鹏程留下的证据。到底是谁总抢先在我前面？小明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凡是跟赵家沾边的事儿，从来就没有简单过。哎，等着吧，这案子呀，且有的折腾呢。前几天在龙王山发现了一具无名尸骨，原来呢是老韩负责调查这个案子。老韩这不生病住院了吗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由你们俩接手这个案子。这是他之前的资料。张大，为什么找我呀？为什么不能找你啊？我手上有案子，你知道。有案子就不能接新案子了。我滨西刑侦大队一共就那么几个人，要照你这么说，哼，我一年能办几个案子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我怎么感觉张大这是别有用心呢？别有用心？来，你说说看，我到底怎么个别有用心？张大不就是想把我从游艇爆炸案给支开吗？你直说就行了，你兜这么一大圈干嘛呀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游艇爆炸案一天不破，我就没法给你安排新的任务呗，是意思不？哎，张大，你们常副他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够体谅你们的了。本来老韩生病住院，我就想让你们接，为什么拖到现在？不就是怕你们太忙吗？但是你们时间不能太长啊！啊，查来查去，查到什么了？什么线索都没有。我用心良苦啊，我还别有用心。张大批评的对，批评的对。我但凡人手够，我不会找你的，我不愿意费着唾沫星子。你现在也是副大队长了，有点责任心好不好？你替我也分担一点儿。来，痛快点，表个态，接不接吧？别踢他。接，我们接。张大，你就放心吧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常夫他在东湾码头散步。常夫啊，看到人突然爆炸。常夫，师傅，哎，你没点眼力劲吗？你没看你师傅黑着个脸啊？你这不是自个儿常夫，你给我干什么呀？你接的你去查呀。哎呦，差不多得了。那领导布置任务，你不能真不接吧？那我接不就是帮你找个台阶下吗？你给谁台阶啊？谁给谁台阶啊？我用你在张秀凤那给我台阶啊？想什么呢？哎呀，消消气，拿走。消气。
干嘛去啊？哇，厉害了，这个都难不到你了。说完了，啊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赶紧回去查案去。回查哪个案子？还能是哪个案子？龙王山无名尸骨案。不是我为什么呀？我怎么教你的呀？啊，身为刑警，有对案件挑三拣四的权利吗？你带着一肚子牢骚过来，我要是不让你说吧，我身为当师傅的，对你不够体恤。现在牢骚发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啊！您说的对，但是你不觉得他张秋风有问题吗？人张秋风哪句话说的不对了？警力紧张错了，还是没有线索错了，还是说你们专案组就不能接别的案子了？长征，挑别人的理儿得挑出点名堂来。我看你就是对人张秋风个人有看法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句话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对他个人有意见。这么多年我办了这么多案子，只要跟赵家有那么一丁点瓜葛，他张秋风立马跳出来，跟我推三阻四，各种阻挠。我真是怀疑这人。打住！没有证据，把后面的话给我咽回去。行，那我就去查这个陈天拱的架子。站住！你们现在线索全断了，接个新案子，就当是给你们换换脑子，明白吧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医院呢，刚见完老韩，刚向他了解了一下无名尸骨案的前期调查情况。明天一早我打算去一趟龙湾山现场。谁让你自作主张调查这个案子的？你刚才是去找肖局了吧？他怎么说呢？让你接这个案子吧。不说话，我猜对了吧？行了，明天早上去龙王山的现场等我。好。在哪儿啊？这边。这里就是发现无名尸骨的现场。这儿呢，以前是琼崖5号矿井的所在地，很久之前就被废弃了。因为在28年前呢，这里发生了一次意外的坍塌事故，很多矿工呢被埋在了底下，而且尸体都没有找到。所以老韩认为，这个无名尸骨很有可能就是当时遇难的某个矿工。那现在这个尸骸拿没拿去化验啊？化验了，但老韩他不是在医院嘛，所以没拿报告。这样，你去鉴定中心等报告，我回队里等你消息。好。哎，喂，朝佛，化验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死者确死于28年前。知道了。
张大队长，这就是你让我查的案子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28年前，龙王山琼崖5号矿发生连续坍塌，先后有11名矿工与1名监理人员遇难。这次发现的尸骨就是在琼崖5号矿的废墟里面。长点脑子都知道，这10有8九就是当年的遇难人员。你让我查什么？10有8九。那还有1/10-2呢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讲。尸骨送进化验了，化验报告就在来的路上。报告上清清楚楚写着，那个尸骨的死亡时间就在28年前。大队长，你这不耽误我们专案组时间吗？没想过藏在心底的悲伤，源自一些迷茫，过程有些漫长，就把自我隐藏，尽全部力量，直到看见曙光等一个天亮。回拐。没想过独自前行的彷徨，情绪无人分享，压抑热血满腔，看着理想摇晃，把战歌哼唱，牢牢把这使命。10有8九。那还有1/10-2呢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讲。尸骨送进化验了，化验报告就在来的路上。报告上清清楚楚写着，那个尸骨的死亡时间就在28年前。大队长，你这不耽误我们专案组时间吗？你这化验结果出来，无非就证明死者是这1/12，对吧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你身份确认了吗？行，我回去就把 DNA 给你做了，行吧 ？DNA。亲属找到了，我说你什么都没搞清楚，你做什么 DNA 啊？啊，你着什么急呢？你查案子那么容易吗？你这么着急干嘛？按照惯例，你先得确认死者身份，对吧？查明死因，排除他杀，他得有个流程啊。你完成了流程才能结案。那这样。你要实在不想查，你回去吧。结案报告，签上你的大名，滨西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常征，草率结案。好了，去吧。喂，常征，刚才有个很重要的事忘跟你说了。当年矿难尸骨认定的经办人是赵孝胜。行，回去写报告吧。这案子我查了，一查到底。常福，我错了，这次是我大意了，要打要骂我都听你的。他那字儿写的也太草了。而且确实我太着急了，我也没看见。没事，我的责任。那个，我给你带的午餐。一起吃吧，也到点吃饭了。我这回来还在想呢，这回你不得把我给骂死？我都说了，我也没看见，我骂你干嘛？骂你有用吗？你不看见可以，但我不能看不见呀！我要成为你的另外一双眼睛。喂，严志伟，
秦燕，根据你提供的情况，我们对当年琼崖5号矿的矿难事件进行了初步的调查。有一个重要的信息，提醒你们注意。您说，那次事故认定的责任人是赵孝生，当年他是矿区治安办的主任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，没有仔细看认定书上的签名。秦燕，把你派到长征的身边，就是让你做他的另一双眼睛。你要打起12分的精神。嘿嘿嘿，上哪儿去了？吃饭啊？哦，没什么。我跟你说啊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一村。你看你蔫儿啊，打起精神来。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就柳暗花明了。这矿难事件已经过去了28年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跟赵孝生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在昌武这个地方，只要跟他赵家沾上边的事儿，那都不简单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抽丝剥茧呗，一点点查。那张大队不让咱们查这个无名尸骨案吗？那我就好好查这案子。然后呢？当年这个琼崖5号矿井，一共发生过2次矿难。第一次是大规模坍塌，18名矿工被埋，最后11名丧生，7人生还。第二次是1周之后，这个矿的监理员邓丽君进矿勘察的时候，又发生矿难，邓丽君遇难。所以按照这个顺序来推断的话，我们发现的这具无名尸骨，有很大可能就是邓丽君。我知道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邓丽君的亲属，然后来鉴定这个无名尸骨的身份。说饭说饭。好，我吃完饭就去查。到龙峰山查？对，我找人打听了，好像是28年前的事儿。这么些年了，还能查到个毛？老爷子安排的。老爷子是想支开长征，给我们争取时间去找二哥留下的东西吧。你现在也不用再盯着他了，就让去找28年前的线索吧。是。喂，常福，已经查清楚了，邓丽君的妻子7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但她还有个儿子，就在昌武。邓小军呢，就住在这儿。哦，就是这家。这家？嗯。干什么呢？跳什么跳啊！大半夜的，让不让人睡觉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警察，在查案。警察还不能扰民呢？不是，我问一下啊，住这儿的那个小伙是不是叫邓小军啊？我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呀？叫什么你们也别敲了，早就搬走了。搬走了？
邓小军。22号。嘿，我都跟你们说他搬家了，怎么还在这翻腾啊？他什么时候搬的家？上周一。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啊？那天晚上都挺晚了，我刚躺下，他这叮咣叮咣的就开始搬家，吓得我一晚上我都没睡好。他根本跟你说过他搬到哪儿去了。你这话问的有意思了啊！他搬哪儿去，我怎么会知道呀？现在这年头，谁管谁呀？真是的，他刚走，你们又来，这天天晚上叮咣叮咣的，没完没了。上周一，赵鹏程出事的晚上，这绝对不是个巧合。忙完了吗？忙完就吃一声，我请你吃宵夜。我们调取了10号当晚机场、火车站、码头以及所有汽车客运站的监控视频，但是都没有发现邓小军的踪影。而且根据董路说的，他根本就不认识邓小军，也没有听过赵鹏程提起过他。你呢？我核查了赵鹏程近3个月的手机通话记录，没有发现可疑的号码。你们2个继续调查邓小军的社会关系，看看他有没有来往密切的人，
知道他的去向。好，是。今天跟我去找小陈。常副，常副，哎，哎呀，手机落车上了。手机都能落下，也不怕有事找你。我工作手机随身带，这是生活手机。完了，没电。别管我，帮你充。你们又来干嘛？小陈，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意见，也有很多偏见，咱们先放一放。今天我必须进到赵宝成办公室看一下。小陈，小陈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恨，但是请你把这份恨放在杀害你师傅的凶手身上，不要放在我查案上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杀害你师傅的和杀害我父亲的应该是同一拨人。我师傅的遗物都在这儿了，你们找的时候别弄乱了。来吧。我们都仔细看过了，然后东西也都恢复原样了。看样子没找到线索。但是还是要感谢你的配合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等一下，看看这个吧，也许对你们有帮助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师傅的简报，时间跨度比较久。他一直想退休以后写一本关于司法普及的通俗读物，整理他遗物所发现的，我就留下来做纪念了。这不是当年矿难的新闻吗？这个新闻你有印象吗？这是28年前一则矿难报道。前段时间我师父为了找这张报纸，跑了很多图书馆和档案馆。我去复印。复印机在隔壁。谢谢啊。
滚！完了！完了！哎呀！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行，你修改完了发给我。嗯，好，行。喂。哎，念念啊，对不起，昨天手机落车里了，然后我在办公室忙了一晚上。我等了你一晚上，后来还是睡着了。对不起。哎，你今晚干嘛呀？要不然我去接你，咱们吃饭去。哎呦，今天晚上应该不行。要不然我们……你忙你的，没事，改天约呗。好吧。好嘞，拜拜。怎么约人家吃饭被推了呀？这不是工作都忙嘛。你看啊，你们这要不然接不到对方电话，要不然约不着对方吃饭，这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呀。哎呀，就这工作性质的，没日没夜的，怎么办呢？回队里吧。一场28年前的矿难，赵鹏程为什么要把它重新翻出来，还仔细研究？这说明这场矿难是有问题的。还有，邓小军为什么在赵鹏程遇害当晚选择逃离昌武？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，这两个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。但是就现在这个大盘来看，他们两个的联系只有一个：矿难事件。对，还有赵孝生作为当年矿区的治安办主任，他在矿难事故的认定上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邓丽君作为矿上的监理员，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他的儿子邓小军到底知不知情？这些都是我们要查的方向。可是现在赵鹏程已经遇难，邓小军至今下落不明，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入手？你调查矿难，当然从矿难的运营方入手了。铁石矿业集团。你这么晚给谁打电话呀？别管，我办事是最有规矩的。好，我支持你从源头查起。但是局里会有什么反应就很难说了，毕竟这起矿难已经过去28年了，早就超出了立案期限。如果没有确定的证据，我也不能硬压案。可以，你可以暗中调查，但是也要做好随时中断的准备。老肖啊，这白天工作忙，回家还这么忙啊？歇会儿吧，吃饭了啊。来了。吃饭。程铮今天是不是去找过你啊？
28年前那起矿难的资料是你给他的？他自己翻找的。你之前不是对我支持长征查案很有意见吗？现在怎么倒主动放弃他了？我有我自己的理由。晨儿啊，你现在大了，有你自己的世界观，这我是支持的。但是长征，你还是不要掺和太多。儿子来，儿子。啊，我吃饱了。我不希望以后再在家里谈长征。你看看你，好不容易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，又是工作，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也不安生。吃饭吧。我们就这样找上门，会不会打草惊蛇呀？我就是要打草惊蛇，我就是告诉他，我长征一直在盯着他们，让他难受，我让他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，懂吗？赵家把一切准备的都太周全了，我们这么长，永远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。得给他搞点突然袭击，让他不知所措，让他防不胜防。那我们这么做，张达还有局里其他领导，张秋风自己给我派的任务，他能说出什么来？放心吧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那布置呢？布置给他掰直。两位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要查之前的一场矿难。我们铁石矿业集团自成立以来，一直非常注重生产安全，规范经营。虽然会有一些小的事故，但基本上都是矿工违规操作。不知道二位指的是哪一种啊？28年前，琼崖5号矿难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28年前我还小，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我告诉你啊，28年前，龙王山琼崖5号矿井发生重大矿难，我接到上级指令要查这起矿难，请你们配合提供当年的矿难资料。三哥，麻烦你去一下大哥办公室。哟，有人啊！哟，哎呦，哎呀呀呀呀！曹副大队长啊！啊，这不三哥吗？怎么也不打电话了？我做梦都老梦见你，知不知道？哟，可不敢。让曹副大队长梦见，那不是什么好事。什么叫我梦见不是好事？哎呀，两位来干嘛呀？他们是让我们配合调查一起28年前的矿案。啊，28年前啊，28年前，毛还没上全呢，怎么配合呀？哼！哎呀，你这花招这么多，我们说话得小心一点啊。哎呀，咱们还小心什么呀？我也是领导安排过来查这案子，对吧？走流程，没事，不做亏心事儿。不怕鬼敲门，我这人天生怕鬼。哎呀，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出现了以后，我就觉得，这屋子里有些不干净的东西。
你这来这一趟，我得请个钟馗过来镇下场子。你摆哪儿了？这样吧，一会儿我们法务过来，律师对警察比较专业一些，对吧？我们俩就不多说话了。啊，我们那个法务刚从澳洲回来，很专业。你不用介绍，你们家老四我见到过了。哟，见过人挺多呀。哎呀，你们赵家这几位大哥不得认识认识啊？赵总，董事长。季律师啊，你好。康警官你好。季律师，两位警官想要调查一起28年前的矿难，还请你跟他们沟通一下。我来跟您说明一下，28年前，琼崖5号矿隶属国营琼崖矿业集团，它跟后来成立的铁石矿业集团是2个完全不同的企业实体，所以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跟铁石矿业集团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管你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实体啊，这我管不着。但是现在我要查琼崖5号矿矿难，现在琼崖5号矿归你们管吧，是你们公司的吧，所以我只能找你们。琼崖矿业集团在出让之前经历了多次的企业改制，很多资料都已经遗失了，所以很抱歉，你们要的资料我们没有办法提供。遗失没关系，有多少拿多少。这20多年了，当年应该都是纸质资料吧？没事，我们就来调查调查当年的矿难详细情况，有什么资料拿出来，我们走人。如果你们坚持这2者是有关系的话，我建议你向你的上一级申请正式的调查许可。行，我们回去考虑考虑啊。慢走，不送。走。刚才纪念出现，肯定不是他的本意，一定是有人刻意安排的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是张大。咖啡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，让我这样去面对长征？我跟他什么关系你不清楚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提醒你一下啊，你现在可是昌武市铁石矿业集团的律师。今天这个情况你不去谁去啊？再说啊，长征，你的私生活我不干涉，但你忘记了你律师的身份。你在澳洲不会这样公私不分的，怎么回来全乱了？是因为他？当然，为了他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弃。啊，
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你要知道，一个没有独立经济、独立事业的女人，男人是看不上的。长征不是那样的人。是吗？当然。所以他也会为了你放弃他的警察工作。如果你真的愿意放弃一切，在家里相夫教子，那我话说完了。今天让你面对这个事情，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。在集团里，我只是一个法律顾问，能决定的事情不多。我答应你，下次若有这样的事情，我会尽量安排你们回避。谢谢。我说长征，你是第一天当警察吗？我真是不敢相信。哎呀，我的娘啊！你怎么就这么不着调呢？我怎么就不着调了呢，张大？当时这案子不是你按头让我查的吗？我是让你去确定无名尸骨的身份，你倒好，不请示不汇报，跑到铁石矿业集团，你查什么查？我问你，28年前的矿难立案了吗？我问你呢，立案了吗？28年前没有立案，没有立案，没立案，你查什么？你知道铁石矿业集团是什么单位吗？全省明星企业，昌武的纳税大户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前脚刚走，后脚电话就打到王局那儿了。我正常调查他有什么问题？而且我怀疑当年的琼崖5号矿难，它根本就不是意外，而且它很可能跟赵鹏程的死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证据呢？可能怀疑不是真凭实据。我不是在这儿查吗？不查哪来的证据啊？张大，你说的特别对，这次呢确实我们考虑不周，我们鲁莽了。我保证知错就改，下不为例。你知错，你改哪个错啊？什么这下不为例？他说的很好。年轻人有热情，这很好，但是你办事儿得讲究个方式方法，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嗅觉。对，特别对。哦，你真会嗅啊！行了，忙去吧。好。常副，长征，干什么？发什么脾气啊你？发什么脾气了？跟着我干什么呀？回鞠躬去多好啊！真行，你刚才像什么样子？你告诉我。像什么呀？你就像舔狗成精了一样在那儿。对，是，哪句话对呀？哪儿是啊？笑什么笑啊？我是觉得你奇怪。我奇怪，你才奇怪呢。你看啊，星野码头强奸案有2个目击证人，你知道跟他们约会。查秋涛的时候呢，你知道要装爱鸟人士，喝大酒套人家近乎。怎么一到这张大的时候，你就像吃了枪子儿一样呀？哎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查案的时候呢就特别精明，像老狐狸一样。这一跟上级领导沟通呢，就像狗熊，完全不懂得转弯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呀？你的像狗熊吗？像狗熊比像狗强。哎，你看啊，你平时吧，这开得起玩笑，也放得下身段，这情商呢也基本上还是在线的。怎么一查到案碰到张大，你整个人都变了呀？
你想他一路给你开绿灯，想怎么查怎么查，想怎么翻案怎么翻案。哎，你是当警察呢，还是做皇帝呢？你有你的做事原则，他有他的方法，那有什么不对的呢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保留计划呢，结果呢，就是一头撞上去，鱼死网破，一拍两散呗。是。你这废话虽然多呀，但是其中还是有些许的道理的。但是，矿难这个案子，我肯定一查到底，谁也甭拦我。我肯定支持你啊，只要不违反纪律、不违法，这个案子怎么查是我们的事儿。哎，领导问起来，你就该认错认错，该检讨检讨，检讨完了该怎么查接着查呗。你非得跟领导较这个真儿，除了你自己不爽，还有什么好处呀？平时呢总是你老教我，今天呢我教教你。挨领导训的时候呀，不要总绷个苦瓜脸。教教你怎么当狗子精，看好了。领导，我错了。领导说的是，对，是。领导，我错了。低俗。谁呀？